两位大叔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这是象棋，小家伙。我和凯文兄正在以此对决。根据约定，如果我赢了，那你就要把最终的色彩交予我们。当然，我从不食言。那白头发的大叔你可要加油啦。不过这象棋我一点也看不懂啊。天哪，你知道规则吗？以前在学员里 Bronya 和我提到过，不过具体规则我倒是有些想不起来了。别急，不就是象棋吗？我会，就让 Vita 姐姐来为你们解说一下这场巧妙绝伦的棋局吧。经过了前期进退有序的平稳布局，现在的两人已经开始真正的较量了。哇，但现在是谁更有优势呢？眼下的局势对红方非常不利，黑方的棋子犹如铜墙铁壁，将红方围得水泄不通。几位，讨论可以，但请小声一点，不要打扰到凯文兄思考了。无妨，小姑娘们说几句，还影响不到我。那自是最好。我只是担心，若是在旁人议论中输掉棋局，我们之间赌局的有效性会受到影响。不劳你费心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履行赌约。但现在讨论输赢还为时过早。哎呀，红方怎么回事？这一步分明是将自己的棋子送到了对手的炮口之下。会不会是我们真的影响到他们了？不会啦，作为解说员，我只是想让棋局听起来更加跌宕起伏一些。实际上，我看这一步其实是传说中的后羿弃兵。后羿弃兵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舍弃一些不重要的棋子，为其他棋子的行动谋取优势。怎么能舍弃不重要的棋子呢？每一颗棋子都是同样重要的。这位朋友，观棋不语，更不能动手。好机会，凯文，对面明显出了一招昏招，趁现在让你的国王出击，吃掉对方的骑兵。等等，不对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但这样一来，国王不就暴露在对方的炮口之下了吗？我看你们的思维都太局限了。既然有车有马，完全可以组成马车组合，载着所有的棋子一起出动嘛。这是不是有点不符合规则？真是巧妙又有趣的想法。很好，经过年糕的指点，凯文离最后的胜利就剩一步。天哪，年糕，见证这令人激动的一幕吧！大声喊出那2个字：将军！你们几个，我忍你们很久了。首先，将帅一次只能走1格，他不可能站到前锋去。其次，象只能走田字格，不能直接飞越棋盘吃掉对面的棋子。最后，兵卒就算到底了也不能回头，更没有什么后羿弃兵。所以你的所有推演全是错误的。可是国际象棋技法大全分明是这么写的呀。小姑娘，我们下的是来自神州的棋，也许和你看的规则不一样。奥托，虽然棋局被打断了，但我们可以重赛一盘。不行，刚才我分明是优势，重赛并不合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可以重新摆棋，还原刚才的场景。而且，其实刚才我已经快要转劣为优了。也不行，我的思路已经被打断了，就算重新摆棋，也无法保证棋局的客观性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这分明是想要耍赖嘛！但如果是眼前这个人的话，倒也很合理。小丫头们，既然你们几个欺负我年老无力，那就别怪爷爷不客气了。跟我来。棋子破灭。终末已至。